清晰。R9S OPPO 拍照手机。我靠，谁点的火？哎，这真他妈10个人！走吧。 膝盖都快到胸口了，火烧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。死者应该在焚烧前被束缚过。行李箱的拉杆，凶手将死者杀死了之后，用行李箱把他运到了这里。看来这里不是案发第一现场。死因已经找到了，主动脉破裂，一刀毙命。 这个是什么呀？应该是个品牌吧？哎，这有一张卡，写的“风商批”。风商批，这会不会是迎风商厦的 VIP 卡？哎，好像是的。我记得在迎风商厦的5楼还是6楼。 确实是有这个牌子的，我得打电话问一下我们家宝宝。既然 VIP 卡还在箱子里，那有可能这张卡是在买箱子的时候顺手办的，是不是有可能这个箱子刚买没多久？我赞同你的说法。小张，把迎风商厦 VIP 的资料发给我。关于尸体，你们还有什么发现？ 死者心脏上方主动脉弓破裂，是被锐器刺入之后失血过多导致的死亡。胃里面是空的，尸源的线索少了一条。大过节的连饭都没吃上，口气惨了。而且我和老秦做了耻骨联合，观察结果表明死者大概在30岁左右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确定死者的身份。你们走了之后，我又派人去那个现场搜查了一番。 并没有任何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物件。怎么没有？啊，这张 VIP 卡很可能就是死者的。这张卡为什么不能是凶手的呢？凶手为了杀人，提前准备了一个箱子，或者说他把人杀死了之后，回家取了一趟箱子来装尸体。第一，如果你是凶手，你现在准备杀人，要准备一个要装尸体的箱子，你会在买这个行李箱的时候特地办一张 VIP 卡吗？第二。 死者被发现的时候，尸体呈蜷缩状，这说明他死后不久就被装进了行李箱，在尸僵形成之前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尸体形成了尸僵，是没有办法装进行李箱里的？而且死者的腋窝下皮肤保存是完好的，应该是新鲜尸体，不可能是保存很久再拖过来焚烧。我明白了，凶手杀人装进行李箱再去焚烧，这个过程必须非常短，是吗？对。啊，对。这个布片是在死者的腋窝下发现的。 布片有2层，因为燃烧受热粘在了一起。你们看，里边的这一层是桑蚕丝的质地，说明这个人的穿着应该还是比较讲究和精细的。可是很奇怪，外边的这一层的布料很粗糙，也很廉价，是一种白色的布料。昨天白天温度上升，在这种30多度的秋老虎，还穿2件衣服的。所以我觉得外边的这层布料，据我推测，很有可能是一种职业装的布料。 它看起来很像是医生穿的白大褂。如果是医生的话，他死前穿着白大褂，说明他被杀害的时候还在工作场合。
大医院行凶比较困难，有可能是小诊所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查一下全市注册的私人诊所，30岁左右最近失踪的男医生。你们看，迎风商厦的 VIP 资料。连队，死者名叫李克华，27岁的时候从省医院辞职，就来这里开了这家诊所，生意不错 ，VIP 的名单上也有他。昨天早上的时候，这家诊所还是开着的，但是到了下午2点钟，有人来看病的时候，却发现诊所关了门。而且昨天是中秋节，大家以为李医生只是回家过节去了。直到今天早上6点钟，我们的警察排查到这里的时候，觉得很可疑，破门而入，才发现里面的情况确实不对劲。我闻着除了有消毒水，还有正骨水的味儿。有一点我不明白，这个地方离那个废弃的工厂可不近，凶手为什么会把死者带到10公里外的地方进行焚烧呢？对于选择抛尸地点的原因，我们现在不能确定，但是从距离上判断10公里，说明他有交通工具。而且凶手对焚烧的地点非常熟悉，那个地方晚上基本没有什么人会过去，说明他很有可能是本市人。凶手在那么远的地方抛尸，是为了隐藏尸源信息。他为什么要这么想隐藏尸源信息？所以有可能凶手和死者之间有关系。看来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啊！如果是陌生人，他完全可以不移动尸体，这样更能引人耳目。血迹集中在椅子上、桌子上，还有周围的地面上。死者很可能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，突然被人捅了一刀。喷射上血迹的方向十分杂乱，这说明他死前可能有过剧烈的挣扎。你们看，这里有一个灰尘缺失处，之前有个长方形的东西被人拿走。这个长方形的物体，会不会就是那个拉杆箱？这个的尺寸大小跟我们在专卖店看到的行李箱尺寸大小是一致的。他拖走这个物体的时候，会不会留下脚印？这个地面条件太差了，足迹没有鉴定价值。这西装是刚运过来，说明死者下班之后还有其他的安排，可能是去约会。健身卡。这个脚垫为什么会在这儿呢？从灰尘分布的情况来看，它原本的位置应该在座椅下方，然后被移到了这儿。你们看这双鞋，这很有可能就是李克华的鞋，难怪我们在燃烧灰烬里头并没有看到鞋子的残留物。死者脚上确实没有穿鞋。这里有正骨水，被用了一半。死者很可能脚部受伤，脱了鞋擦了正骨水，然后正放在脚垫上休息。脚垫在椅子下方，然后他遇害，把脚垫从那个位置蹬到了这边。脚垫上好像有些物质，黄色和黑色的物质。凶手很可能也踩过这个脚垫，这个脚垫的质地很粗糙，如果凶手的鞋在上面摩擦过的话，很可能会留下微量物证。手枪。好。
一会儿我们会把那个垃圾桶进行排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盖子是他们开的。哎，白头啊，这世界上不是只有细节扣分强迫症好吗？垃圾桶里有一块带血的纱布，桌面上也有一块，但是医疗器械好像并没有被动过的样子啊。医疗垃圾有时会传播传染病，随手把垃圾桶盖上是每个医生都有的职业习惯。这个医生有记录就诊的习惯，从他的记录来看，昨天只有1个人来看过病，只写了消炎，应该还没有来及详细记录。那就更奇怪了。这个纱布上的血迹很新鲜，但是范围很小。伤者来诊所包扎一般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很久之前受的伤，过来换药。这种情况下，伤口里流出来的不是血，而是血性液体，是暗黄色的。另外一种可能是刚刚受了伤，立刻需要包扎，但是需要立刻包扎的伤不会这么轻。从这个纱布上的血量来看，凶手受的伤不需要包扎。垃圾桶只有1块纱布，盖子又没有合上，是不是说明他刚把纱布扔进去，然后就遇害了？这么看来，凶手是伪装换药，然后趁其不备向其下手。凶手有伤，但只是小伤。他选择在中秋节这一天，在其他诊所和医院大部分关门的时间里来动手，至少可以不引起别人的怀疑。看来，案件性质定了，这是一场计划周密的凶杀。这写的是什么呀？这张粉色的纸上是他的笔记吗？从下笔力度和字迹中心间距来看，是同一个人的笔记，只不过这张写的更用心一些。思念也许未曾相见，热恋也许没有永远，心声把我们相连，衷肠互诉，同病相怜。你们的老三样来啦，快点吃啊！这诗写的这么烂，是歌词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我觉得是他自己写的。没准是首藏头诗呢，把自己喜欢的人写里边了。不过这么苦情，应该不是写给自己老婆的。没错，李克华没有结婚，而且一直单着。你看这句啊，从未触及你的笑脸，是不是他喜欢的姑娘得了癌症去世了呀？你赶紧先把韩剧模式给关了吧。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单相思喽。你看啊，你不能走到我身边，我亦无法把握明天，唯有遵从命运差遣。命运差遣又不是在古代，那就是三角恋。他喜欢上别人的女朋友，而且刚好这个别人他又认识。不爱情这件事呢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哎呀，我真是控制不住我脑内的洪荒之力了呀！先吃饭。我说，为什么一聊到感情问题，我们的秦大法医就跟个吉祥物似的？吉祥物？你见过这么冷脸的吉祥物吗？也是哈，爱情属于鲜活的，不属于死尸。吃饭。你现在吃的这块就是鱼的死尸。你不介意？纱布已经送去检验了，我们要看看 DNA 里面有没有什么线索。小辉，是。理化结果也出来了，焚烧灰烬里有助燃剂，是汽油。汽油的来源查了吗？我已经派人去加油站查监控录像了，
但凡有任何可疑的加油人员，我们都会记录。但是你别忘了，凶手是有交通工具的，他也可以从车里取油。现在的小汽车为了防止偷油，都将油路设置成了弯曲的，应该不太可能实现。大卡车油箱是直挂的，确实可以取油，但是现在这些车都是烧的柴油。那摩托车呢？摩托车、助力车，这种2轮车，貌似确实挺好取油的。这么大一个箱子，固定在摩托车背后也不是不可以。抛尸地点、DNA、有伤、交通工具，我们离凶手应该已经不远了。查出来了，你们还记得那张健身卡吗？我去了那个健身房问过健身教练，他说自从李克华跑步把脚扭伤了之后，就再也没有来过了。但是之前健身的时候，他认识了一个女的，他跟那个女的在健身房有说有笑，关系显得很不一般。那个女的的老公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总，叫武力学。武力学。这么看来，剧情正在按照最俗套的方向发展。李克华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，而有钱人家的太太因为耐不住寂寞，所以跟一个小白脸勾搭上了。这个女的名字叫什么？阮芳。芳草依依望明月，明月痴痴映芳园。这还真的是一句藏头诗。诗里确实有“芳”字儿。那凶手会不会是这个出轨女人的丈夫呢？就是这个被绿的武力学想要报复。现在还不清楚，不过我们得尽快找到他们俩出轨的证据。这种事儿你情我愿的，要什么证据？看看眼神就知道啦。以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，与龙帆市警局无关。在那边跑步的就是阮小姐。阮小姐，打扰一下。你好，阮小姐，我们是警察，麻烦请配合一下我们的调查。我还以为是你心疼我跑太久了快累了，原来不是啊。说说你和李克华的关系吧。哦，那个小男人啊，我们没有关系。你们是在健身房认识的吗？我每天在这个健身房认识好多人呢。可是你家离这个健身房有9公里，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健身房健身呢？因为这个健身房的教练专业啊。我看是因为这里离李克华家比较近吧。警察，你想多了。我们呢就是朋友关系，偶尔健完身出去吃吃饭、聊聊天、喝喝茶。我对他没有什么感觉。那他对您呢？他对我有好感吧，但是我拒绝了。为什么拒绝他？因为他想要的太多了。同为女人，我想你应该了解。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我忘了，也挺久了吧。后来为什么又不见面了呢？因为他越界了。他越了什么界？如果只是作为朋友没关系，但是显然他想要的不只是这些。他想要什么？你到底想问什么？你和李克华的关系应该不只是好感吧？据我们了解，李克华常开的酒店房间貌似离这里并不远。所以呢？所以林队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调查一下酒店的监控录像呢？武力学是阮芳的丈夫。
今年35岁，名校毕业后子承父业，成为我市著名企业星越建筑集团的董事长。半个月前，星越集团刚刚以近5年来的最高价格购买了龙盘市最贵的地块——赤焰路1号地。目前正忙于该项目的开发。到案接受调查之前，正参加该项目的董事会。经过调查，此人没有前科，过往记录一向良好。哎，警官，我要在这儿等多久 ？DNA 比对结果出来后会马上通知您，请您耐心等待。林队，据武力学自己交代，案发当天他一直在公司开会，而且据我们调查，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为他作证。先等 DNA 结果出来再说吧。DNA 结果还要再等等，但是吴立群那天有不在场证据，而阮芳呢，那天是在购物，这是他的购物小票。我们在案发现场的脚垫上发现了2种物质，经检验，黄色的物质是鸟石，黑色的物质是煤渣，蜂窝煤那种。吴立学养鸟吗？除了阮芳这只金丝雀外，不养鸟。搞错了，搞错了。奇怪，死者李克华家里不养鸟，不烧蜂窝煤，那凶手的生活环境里就应该有鸟石和煤渣。但武力学的生活环境里，这2样东西都不存在。DNA 结果出来了，武力学的 DNA 和现场纱布上的 DNA 对不上。小苏，到，把人放了。是。如果不是武力学，那还会是谁呢？你说，凶手会不会是阮芳呢？我在询问他问题的时候，他一直在躲闪，却不能隐藏他跟李克华通奸的事实。哦，那个小男人啊，我们没有关系。我们做一个假设，死者想要挑明和阮芳的亲密关系，而阮芳担心，这会危及到他优越的物质生活。因为他越界了。如果只是作为朋友没关系，但是显然他想要的不只是这些，所以他不得不杀了李克华。阮芳确实很重视物质，但是这个并不能作为他杀人的证据。只是我不明白，李克华被焚尸，除了情感动机以外，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动机吗？会不会是为了青财？青财为什么要焚尸呢？要不我们再去现场看一眼吧。好。你说，凶手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既不是情杀，也不为谋财。还有一种可能性，
凶手为了诊所里的某样东西而选择杀人。但是李克华的社会关系也不复杂，难道是？ 奇怪，别的柜子里的药物都摆放整齐，只有这个隔断里的药物混乱。而且应该不是李克华自己干的，药物都不在标签所示的位置。作为自己的诊所，这样找药都不方便，很有可能就是凶手为了找到某种药而把它翻乱了。先把它归置一下吧。好。 盐酸美沙酮，一个瘾君子，因为毒瘾犯了而预谋杀人。毒瘾还真是够可怕的。不过，如果是瘾君子，应该会有备案的。先从吸毒的人开始查起吧。我们现在的主线可以放在微量物证的发现上，先排查一下周围熟悉案发地点的人，主要满足4个条件：养鸟。 烧蜂窝煤，有一点小伤，吸毒。再根据 DNA 的比对，侦查范围就很小了。吸毒？林队，这是你要的资料。秦明，我们发现李克华的诊所里有盐酸美沙酮被盗的迹象，案件性质很有可能是侵财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排查吸毒人员了。好。噔噔噔噔，案子破了。小丫头片子，去给我倒杯水去。快！你赶快给我把法医报告交上来，听到没？你，请喝茶。案子结了。辛苦2位法医了，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我了。效率很高嘛。那必须的，能在这么大排查范围内这么迅速的解决问题，我们也是有方法的。哦，什么办法啊？现在是轮到我来解释了吗？那是这样的，犯罪地图学。当一个案件作案次数在4次以上，并且是同一个嫌疑人的时候，就是系列案件。把每次案件案发地点画成一个圆，圆心位置应该就是嫌疑人的居住地。确实如此。我们在排查之前呢，先做了一个大概的判断。我们联系了几家被盗过美沙酮的诊所，然后框定了一个嫌疑人的范围，再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进行了筛选和搜索。回去办公吧。我这会把那个还要重新抄一遍。哎呦，忙啊！我去抓犯人了。
我的老家就住在结果屯，我是结果屯土生土长的人。连队，就这儿了。准备行动。是。连队，屋里没人。这家伙跑得还挺快的。司机搜查。是。靠到那边。那摩托车是陈彪的吗？是的，连队，我们调查过，陈彪这个家伙几年前开车撞死过一个人，后来又因为逃逸被关了几年。那个摩托车确实是他的。哎，救个人！是。连队有发现。检查仔细。好。在床上发现了这个带血的纱布，还有这个刀。纱布。鸟石，还有蜂窝煤，看来就是这家伙没跑了，抓起来。这下咱们就理顺了吧？这家伙吸毒成瘾又没有钱，为了美沙酮，假装去换药，然后趁李克华不备，用刀捅死了他，再从这个诊所里找到箱子，把尸体装了起来，用摩托车把尸体运到了分尸现场，最后从摩托车里取油进行分尸。等 DNA 对比结果出来，就发通缉令。是。真是奇了怪了啊！陈彪这个人怎么就平白无故的消失了呢？协查通报和通缉令已经发出去3天了，也没有跨省逃逸的迹象。本市的排查力度都这么大了，但就是找不到这个人。这夜闪我不眠，有需我来破解。不安的跳动间，安息却不能眠，历历浮现，被血将他的唇齿的成了死结。笑旁人冷眼，人心不能搁浅。苍天日月可见，这些我来分辨。吹着口气，横对冷眼，触摸黑夜，如墨如烟。手起无还。
如果算作情杀，它多了带血的纱布；如果是轻财，它多了抛尸的行为。所以会不会是2个案件交织在一起？要想知道多出来这部分线索到底意味着什么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把整个案件再从头梳理一遍。那就要回到案件的起点，情杀。这个案子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我们走得越深，发现的疑点就比原来更多。